我是丞相府的嫡女，你们若是碰了我，小心我爹杀了你们。苏大小姐别天真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就是你们丞相府的人出钱让我们兄弟几个今天好好伺候你一番的。只要你失了清白，你那个丞相爹恐怕掩藏这桩丑事都来不及，又怎么还会为你出头呢？你这细皮嫩肉的，我还真不忍心下重手啊，不如就好好的从了我们，还能让你少受点罪呀。乞丐甲邪笑着说完，伸手去扒了女人的衣服。你这个禽兽，你放开我！我是苏家嫡女，家里人不会这样对我的。苏沐雪一边拼命反抗，一边流着泪喃喃自语。虽然面上装着不相信乞丐的话，可心里却不由得信了几分。自从8岁那年，唯一疼爱他的娘亲坠崖死后，苏家就再也没有人管过他的死活了。父亲冷漠，姨娘笑里藏刀，抢了他母亲留下的嫁妆不说，还将他赶到最偏僻的小院子里居住。庶弟庶妹也经常对他冷嘲热讽，就连苏家的下人都敢对他大呼小叫，明里暗里地欺负他。一个丞相府的堂堂嫡女，日子过得比下人都还不如。他本以为委曲求全，过完及笄，等到出嫁就好了，没想到那些人不仅延迟了他的出嫁时日，还不放过他，如今非要让他身败名裂才甘心。苏沐雪不是傻子，知道赵姨娘心里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只要她没了清白，他们就能以此为借口，逼迫自己让出太子妃的位置，好让庶妹代替自己名正言顺地嫁去太子府。真是好大的算计啊！望着眼前脏污淫邪的男人们，苏沐雪眼里闪过一丝绝望。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是死，也绝不让眼前这些人玷污她的清白。小姑娘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推开身前的男人，闭眼朝柱子上猛烈一撞，娇弱的身子倚住缓缓倒地，留在柱子上那抹鲜血红得格外刺眼。糟了，那人只是让我们毁他清白，并没有让他死呀！现在怎么办？我们快逃吧！逃什么逃？你们两个怂蛋怕什么呀？丞相府的人本来就不待见这个嫡女，就算死了又怎么样？放心吧，没有人会给他伸冤的。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呸！当然是继续办了。难道你们舍得放过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女人？可她现在已经死了呀！正好，老子还没玩过死人呢，今天刚好有机会了。乞丐甲说完，带着邪念朝苏沐雪走去。他觉得姑娘满脸血影响自己的兴趣，又将她外裳扯下来扔到脸上盖住，却错过了女人陡然睁开的煞气眼神。苏沐雪不明白，自己跟贪狼都炸成碎片了，怎么还会有痛觉？正愣怔间，突然感觉脑袋很疼，脑海里出现了很多陌生的画面。一番梳理下来，他明白自己穿越了。地上女人换了心思的事儿，外人一无所知。乞丐乙还在兴奋地说道：“大哥，你先上，然后我俩一起上。”行，那我先来，等拿到银子，我多分一些给你们。苏沐雪暗自冷笑，在男人扑过来的瞬间，狠狠地飞起一脚，将他踢到了对面墙上当壁画。等掉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断了气。哼，垃圾！杀尸了！剩下二人见状，吓得魂不附体，都忘了要逃跑了。真吵！苏沐雪皱着眉头走过去，利落地处理完三人，左右歪了歪脖子，转身时随意扫了一眼地面，却瞥到地面上有个很熟悉的东西。地上那东西竟然是自己从古玩市场逃来之后一直随身带着的陨石手镯，没想到那场爆炸都没能将这玩意儿给炸烂，
反而还让他跟着自己一起穿来了东篱国，真是好意外呀。苏沐雪撩起裙摆，随意地擦了擦镯子，将它套在手腕上，凭着记忆往丞相府走去。什么？确定是那贱人回来了？回禀夫人，门房过来讲，确实是大小姐，现在已经快进二门了。被人破了身子不知道去死，还回来丢人现眼干什么？赵云梅，你一个伺候人的奴才玩意儿，算是哪门子的夫人？看来这相府是越发没规矩了，竟然喊一个小妾做夫人，真是小刀拉屁眼儿，让人开了眼。既然都是脑袋不清楚的，不如直接发卖了吧。范嬷嬷见自己主子被大小姐的话气得面色铁青，加上她平时也没少欺负苏沐雪，为表忠心，立马上前维护主子，并且呵斥道：大小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回应她的是2记响亮的耳光。这脸皮真是比护城墙还厚，打得我手都疼了。苏沐雪，你这个疯女人，你找打人！回应她的又是2记响亮的耳光。一个低贱的奴才，也敢不知死活的叫主子名字？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不敬？原本想着让范嬷嬷先唱红脸收拾收拾苏沐雪，过会儿自己再唱白脸装贤惠的赵云梅，万万没想到这贱丫头今日竟一改往日的怯懦，变得如此凶残起来。这瞧把范嬷嬷打的，用猪头来形容都不为过。也不知这贱人今日吃错了什么药，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厉害了？姨娘觉得范嬷嬷今日的行为该不该打？这有什么该不该的？大小姐你是主，她是仆，这主子心里有气需要发泄，她作为下人，别说是打，就是杀也便受着就是了。姨娘你可真不愧是1000年的龙脊，老绿茶呀！这刁奴以下犯上你不讲，无视尊卑直呼主子名称你不说，偏偏歪曲事实说是我打下人出气，你真是生了一张胡说八道颠倒黑白的好利嘴呀！难怪那刁奴敢对主子这么不敬，感情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赵姨娘面色一僵，没想到平时懦弱的妓女会这么不留情面的呛自己，心中暗恨不已。她还以为她如今的表现只是被那3个乞丐吓到，所以才有些异常，等过了惊吓期就会恢复正常。想到这儿，她吞下心中怒气，换上慈善的面孔，想安抚苏沐雪。雪儿今天这是怎么啊？了字还没出口呢，只听啪的一声，接着面上突然传来一阵火辣，嘴里感觉到一股腥甜。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你一个连下人都不如的卑贱小妾，打你就打你了，难道还要挑日子不成？敢直呼我的名儿，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在我面前你算哪根葱？还真把自己当个玩意儿。苏沐雪不屑地说完，见赵姨娘还用手指着自己，觉得很是碍眼，让她心里很不爽。她危险地眯了眯眼睛，手如闪电般抓住女人手指，用力往后一掰，只听咔嚓一声，赵姨娘的手指就被弯成了诡异的弧度。我平生最恨别人拿手指头指着我，再有下次，信不信我直接拿刀把你的手指头给剁了？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赵姨娘再也顾不得伪装，抓着变形的手指恶狠狠地咒骂。不是想杀我吗？那就来呀，咱们就看看到底谁先杀了谁。说完，凑到赵姨娘的耳边轻轻说道：哦，忘了问问你，想知道你那3个乞丐的下场吗？他们全部都被拧断了脖子，一命呜呼了。临死前，你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吗？什么？赵姨娘听她提起3个乞丐，顿时有些心惊胆战，吓得连疼都顾不上了，生怕他们临死前供出了自己。哼，今天我累了，就先收你一点利息吧。以后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人是什么下场。说完，看也不看赵姨娘一眼，转身扬长而去。苏沐雪一离开，范嬷嬷立刻顶着一张猪头脸上前关心道：夫人，你的手。快去请大夫，然后找人告诉老爷，就说大小姐她疯了。
赵姨娘忍着钻心的疼痛吩咐，今天苏沐雪让自己遭了罪，又受了这么大的羞辱，晚上非得撺掇老爷打死她不可。只要她一死，那自己找乞丐行凶的秘密也就保住了。这边苏沐雪凭着原身留下的记忆往自己院子里走，当看到眼前破败不堪的小院时，心中觉得刚刚收拾赵云梅还是打得太轻了，他应该将这恶毒女人打个半身不遂才解恨。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院子里跟外面看到的一样破旧。一个身穿浅绿色丫鬟服的姑娘端着木盆正在收拾衣裳，看到她回来连忙高兴地打招呼：小姐回来了。当看到她浑身衣衫脏污破烂，满身血痕的样子，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眼眶都红了。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兰儿，你先帮我打一点水过来，我先沐浴。原身这姑娘是怀着必死的决心撞的柱子，所以伤口并不小，流了很多的血。回来又小小的收拾了一下赵姨娘等人，苏沐雪早就有些吃不消了，要不然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赵姨娘这个面甜心苦的女人。泡在澡盆里，苏沐雪闭着眼睛努力搜索原身留下的记忆，寻找丞相夫人当初院子里的管事嬷嬷和大丫鬟的线索。毕竟要讨回嫁妆，他得弄清楚原身母亲的嫁妆到底有哪些，不然赵云梅到时候用不值钱的破烂搪塞，他不知道也就吃亏了嘛。兰儿，你知道母亲身边的桂嬷嬷如今在哪里吗？韦小姐，桂嬷嬷自从夫人坠崖之后，就被赵姨娘赶到外面的庄子上去了。不过我曾经偷偷的去看过她，知道那个庄子在哪里。小姐，你问桂嬷嬷干什么？赵云梅霸占了我娘的嫁妆，我想找桂嬷嬷拿到嫁妆单，让这个女人把嫁妆全部给我吐出来。苏沐雪从原生的记忆里知道兰儿是个可靠的人，也没打算瞒着她，一五一十的说了自己的打算。小姐早该如此了，这些年赵姨娘霸占了夫人的嫁妆，却让小姐一个嫡女住在这连下人房都不如的地方，真是太过分了。放心吧，你的小姐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姐了，以后这些人休想再从我身上捞到半点好处。小姐，您今天这是受了多大的折磨，才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啊？往事都过去了，以后你面前的小姐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软软弱弱，所以你在别人面前也别像以前一样委曲求全，若是谁敢欺负你，直接打回来，明白了吗？在原身的记忆里，这兰儿为了他没少受府里人的欺负，但这傻丫头还是忠心耿耿地护着自己的小姐，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对于这种忠心护主的人，苏沐雪心中也是钦佩的，所以也不介意护一护她。小姐您放心，兰儿一定会誓死保护小姐的。以后沐浴更衣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先出去做其他事情吧。可是……别可是了，我今天一天没有吃饭，都快饿死了，你先去帮我弄一点吃的来吧。那小姐你先自己更衣，我去找点吃的来。小姑娘说完，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苏沐雪起身穿好衣服，进内卧走了一圈，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缺角的梳妆台，还有一张破桌子，就再无他物了。躺在床上，她心里感慨，原身这具身体太弱了，以后怎么面对那些豺狼虎豹？看来锻炼刻不容缓呢。还有头上的伤口好疼啊，要是现在有药该多好。突然她感觉手上有些发热，然后整个人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哪儿？苏沐雪望着面前的大别墅，有些傻眼了。环顾四周，除了这栋看起来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的大别墅外，周围再无建筑物。很明显，这里只有这一户人家。不想再坐以待毙的她略微思考一下，大着胆子往别墅门口走，伸手推了推门，没想到别墅的门竟然就这么打开了。欢迎主人来到琉璃梦幻空间，我是你的空间管家008。主人看一下您的右边，那里的操作台上有各种物品的使用说明和价格，您只要点击确认就可以购买了。苏沐雪照着008的指示，发现右边果然有个半人高的操作台，走过去一看，上面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名称、使用方法以及价格，每个价格的下方都有一个确认键。008，这里的货币要怎么结算？喂，主人，琉璃梦幻空间采用的是虚拟币结算方式。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虚拟币？主
主人看到左边的那个置换栏了吗？只要将你身上值钱物品放到置换栏里，就可以置换成空间虚拟币了。通过008的指点，苏木雪这才看到左边有个和交易操作台差不多，但上面有个凹槽的置换栏，心中有些将信将疑。他试着将原身上的玉簪子取下一个，放到置物台上。恭喜主人置换成功，获得5万元虚拟币。您可以用这些虚拟币在琉璃梦幻空间购买任何低于5万元虚拟币的物品。一枚玉簪子竟然能置换出5万的虚拟币？是的，主人，您这玉簪属于古董，不过因为成色不是太好，所以只能换5万虚拟币。若是极品羊脂玉，像这样一只玉簪子，起码可以置换上百万块虚拟币。一只玉簪子可以值上百万？饶是苏木雪不是个大惊小怪的人，对这样的数字还是忍不住惊叹。知道了，这个空间除了置换东西外，还有其他功能吗？功能有很多，不过主人你现在的级别比较低，所以只能使用1楼比较平常的功能。等到了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开通2楼，然后以此类推到3楼。2、3楼的东西更高级吗？当然，比如1楼的武器，现在只有一些便携式的手枪、子弹和步枪之类的。升级到2楼，就会有机枪、迫击炮之类的。升级到3楼，就能购买大型的武器，比如战斗机什么的。008，要怎么样才能快速升到2、3楼？主人，这是急不来的。你现阶段最主要的是多使用空间，等积分到了，自然就会升级啦。你的意思是砸钱？对。一穷二白的苏木雪心中有些失落，不过一会儿也就丢开不想了。以他的能力，想在这挣钱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而且有了这个万能的交换空间，他就可以在上面购买武器防身，今后哪怕在东离国横着走，也没人胆敢来招惹他。主人，这琉璃梦幻空间除了可以置换物品，还有储藏功能，只要放入空间的东西都不会过期。那就是说，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什么，只要放在空间里都可以保鲜，不会坏是吧？是的。008，这空间还有什么功能？你一并都说说吧。主人，除了这栋宅子，外面的灵泉河水也是宝贝，它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解毒疗伤，还有药田和果林也都是宝贝。另外，空间荒地还可以种你想种的东西，整个空间的土地都属于你一个人，想怎么安排都可以。至于其他的隐性功能，你以后自己慢慢去发掘吧。听到空间有这么多的好处，竟然还有隐性的功能，苏木雪两眼都在放光，对着未来充满了期待。008，这个空间里面的食物是不是也比外面的东西好？那是当然，这空间里的万物都是由灵泉河水灌溉成长，不止生长速度快，口感好，而且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不过比起灵泉水还是要稍微差一些就是了。这已经很好了。008，我现在可以到处看看吗？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主人的空间，你想怎样看都可以。有了008的话，苏木雪先是在别墅里闲逛，逛完别墅，她直奔果林而去。先前以为这些东西是别人的，担心引起主人家不满，她没有过来果林。现在知道是自己的，她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吃一顿的机会。真不愧是用灵河水浇灌的，果园里的水果个个都皮薄肉厚，汁水超多，吃起来还酸甜可口。苏木雪吃得很是满足，还不忘摘了几个揣在身上，打算带回去给兰儿吃。在外面逛了一圈，喝了几口灵泉河水，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到别墅里。在操作台上挑挑拣拣，选了一瓶消炎水和一盒止血生肌的药粉，最后买了一支便携式手枪、几发子弹和一把匕首，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刚刚走出门，他又立马跑了回来。008，在吗？在的，主人。我要怎么回去？只要默念回去就可以了。那我下次要怎么进来？默念琉璃梦幻空间就可以了。主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你可以退下了。这是用完就扔。苏木雪按照008说的操作了一番，果然回到丞相府的破旧小院。见兰儿还没回来，他拿出消炎水和止血生肌粉，来到水盆边，发现额头上的伤口真的已经好了许多。看来008没有骗自己，那灵泉河水确实有很好的疗伤作用。
刚弄完没多久，兰儿就蔫头巴脑的回来了。兰儿，怎么了？对不起，小姐，奴婢无能，没能帮您带回吃的来，因为内厨的人说现在还不到开食的时候，不能做。兰儿心疼主子没有吃到东西，苏沐雪的关注点却在她左脸的5根手指印上。谁打的你？小姐别担心，我没事儿，一点都不疼的。兰儿，先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谁敢打你就打回去，怎么这才过一会儿你就忘了？对不起，小姐，我不想给您找麻烦。傻丫头，我既然敢让你打回去，那自有我的办法解决，不需要你委曲求全，明白了吗？苏沐雪本来在空间吃了很多水果，又喝过灵泉河的水，肚子早就不太饿了，但听到兰儿的话，她咽不下这口气，打算杀去后院，收拾收拾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先吃2个水果垫垫肚子，一会儿带我去找欺负你的人算账。小姐，这是什么果子？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兰儿拿着梨子好奇地打量，她自小跟着苏沐雪长大，主子不受宠，她这个丫鬟当然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水果了。这个叫雪梨，生津止渴的，你快点吃，一会儿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做内厨既然不让她吃饭，那就大家都别吃了吧。二人来到内厨房，几个妇人婆子正坐在一起嗑着瓜子聊着天，见他过来，谁也没有起身搭理的意思。苏沐雪也不在意，转头淡淡地问兰儿：是谁打的你？是柳娘子，她说过了食饭的时辰，厨房进了火，不到时候不给开火，奴婢争辩了2句，她就伸手打人。大小姐呀，你可不能听这丫头胡说，你也知道咱们这府里的规矩，过了食饭时辰是不开火的。柳娘子嘴上喊着大小姐，可脸上的表情和说出的话却半点没有将苏沐雪放在眼里的意思。既然府里定了规矩，过了吃饭时间不能开火，那你灶上炖的是什么东西？不待苏沐雪说话，兰儿首先冷笑一声，指着灶上冒着热气的炖盅反问着：那个是给赵夫人炖的燕窝盅，赵夫人为了相府日夜操劳，辛苦万分，给她单独开火也是情有可原，你们怎么能和她比呢？去，把厨房里的东西都给我砸了！你们敢！六娘子连忙走过去拦在门口，苏沐雪二话不说，直接抓住她的手臂来了个过肩摔，再送上几记响亮的耳光，边打边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克扣我伙食动我的人，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好啊，那我成全你。哎呦，不得了了，你们快去禀报赵夫人，大小姐要杀人了。有个婆子反应过来，想跑去报信，苏沐雪摸出身上匕首，看都不看一眼，朝她腿上射去。婆子顿时倒在地上，抱着腿哀嚎不已。谁要是敢擅自踏出这里半步，那我的匕首就不是这般好心射腿，而是直接射头了。大小姐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其余几人吓得连忙跪倒在地，颤抖着身子求饶。见屋里的人被吓住，苏沐雪对还在发呆的兰儿喊：瞪着干什么？还不快砸！啊，哦，好。兰儿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去砸东西。兰儿跟着主子这么多年，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刚开始还有些拘束放不开，不敢砸贵的，只挑些不值钱的啥玩意儿砸。苏沐雪看得直摇头，沉着脸让他砸贵的。小姐，砸完了，这样的效果行吗？苏沐雪扫了一下被破坏的乱七八糟，已经没有半点好物的厨房，点了下头，伸手指了指灶上被遗漏的铁锅。哼，还不错，若是能将那口锅也砸掉就更完美了。兰儿闻言转头找了个锤子，3两步跑过去，举起锤子就把铁锅砸了个稀巴烂，边砸还边用不善的眼神盯着帮厨的几人，嘴里骂咧咧：让你们失礼，让你们欺负小姐，欺负我，既然不给我们吃食，那大家都别吃了。柳娘子几人感觉她不像是在砸锅，而是想砸人呢。几人吓得缩着脖子当缩头乌龟，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被当成锅来砸了。苏沐雪见锅已砸烂，对兰儿喊道：兰儿，过来干正事了。小姐，还有什么正事？还有力气吗？有，奴婢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有力气就行，
来将平时欺负过你的人都狠狠揍一顿吧。兰儿砸东西砸得起劲儿，一听说让他揍人，心里还是有些惧意的，一时间愣着不敢下手。作为我的丫鬟，若是连揍人都不会，那以后就不必跟着我了。苏沐雪语气虽然淡淡的，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兰儿敏锐地感觉到小姐生气了，说这些话可不是在吓唬她。想到今天已经砸过厨房，反正府里的主子们也饶不了自己，不如彻底来个痛快，将这些以前欺负过他的人都揍一顿好了。想到这儿，兰儿没有半点犹豫，首先扑上去将平时占着管事身份欺负她最狠的柳娘子一顿胖揍，直揍着柳娘子一顿哭爹喊娘，嘴里不停地咒骂。兰儿，这个杀剑刀的贱蹄子，竟然敢打我！我可是赵夫人的人，你可不把她秋后算账，将你发卖了！原来是赵云梅的狗，难怪一样的吵。苏沐雪蹲下身，伸手往柳娘子下巴一掰，将她的下巴卸了下来。柳娘子吓得大睁着眼睛，口水不受控制的从吊着的下巴流下来，流到胸前到处都是。真恶心。不过终于清静了，兰儿，你继续吧。是，小姐。兰儿如今对苏沐雪只有崇拜，听到她的吩咐，揍起人来是更起劲儿了。小姐都这么威武了，作为跟班，她也不能拖后腿是吧？柳娘子被主仆二人联手一顿收拾，连痛带吓，连尿都吓出来了。望着湿了裤裆的妇人，兰儿嫌弃了，皱了皱眉。这么大个人了还尿裤子，真是恶心死了。小姐，奴婢不想揍他了，怕脏了自己的手。柳娘子听到这话，心里真是又疼又怕又恨又臊得慌，被刺激的两眼一翻，晕死过去。两主仆将相府厨房弄得一片狼藉，将所有人都揍了一番，这才神清气爽地扬长而去。今天爽了吧？太爽了！奴婢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将柳娘子这些眼睛长到天上之人暴揍的一天，真是太解气了。只是，你是担心那些人过去后告状，苏丞相他们会过来找麻烦？小姐既然知道，为什么今天不像往常一样忍耐忍耐？这事传出去，恐怕对小姐的名声不好。万一传到宫里，那您与太子的婚约可就麻烦了。小小年纪想的可真多。放心吧，就算是没有这一出，那个太子娶的也不会是你家小姐。当然，就算是那个狗太子想娶，他苏沐雪也不会嫁那样的中央空调，他嫌脏。怎么会？他不是小姐的未婚夫吗？你们可是从小定下的婚约。实话告诉你吧，那狗太子早就和苏沐薇搞在了一起，那女人现在肚子里都已经有货了。啊？怎么会这样？兰儿有些不敢置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太子怎么会不知廉耻的跟未婚妻庶妹搞在一起？这有什么？那狗太子看着风光霁月，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不是个什么好货色。苏沐雪接收了原身的记忆，知道这个轩辕锦书早就跟苏沐薇搞在了一起，如今肚子里的孩子都快3个月了。苏沐雪略微想想，就知道赵云梅为什么要急着毁原身的清白了。小姐您别难过，太子靠不住，您还有我，兰儿一直陪着您，永远都不会背叛您的。停！快收起你那泛滥的同情，别把我跟那狗太子扯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想让我为他难过，他还不够资格。小姐，您这正妃都还没进门，太子就先找了别的女人，还有了孩子，他们这简直就是在打您的脸。等以后进了太子府，你也要拿出今天的气势来，好好灭一灭苏沐薇的威风才行。谁说我要嫁给他了？这辈子就算不嫁人，我也不会嫁这样的人渣。兰儿，你以后可别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啊，不然我就跟你急。小姐别胡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能说不嫁人呢？要是真的不嫁，那丞相府恐怕也容不下您的，到时候您一个孤身女子怎么立足啊？况且陛下也不会放过您的。不管皇帝怎么样，这婚约我都是要解除的。这些事你别管，你只要记住，我是你的主子，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这丞相府，我并没有打算多待。你若是想要跟着我，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会饿着你。若是不想跟着我，我会把你的卖身契还给你，再给你一笔银子，保证让你衣食无忧。
苏沐雪话音刚落，兰儿面色苍白，立马流着眼泪跪下来。小姐，奴婢以后不再说了，求您别赶奴婢走，奴婢不要银子，只想一生一世跟着小姐，哪儿都不去。我知道了，你快起来吧，以后不准动不动就下跪，我不喜欢。苏沐雪连忙抬手将她扶起，她实在是受不了古人这种动不动就下跪的方式，让她有种天天在过清明节的感觉。小姐，我感觉您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明明您的人还是那个人，但感觉就是变了。说说以前的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吧。以前的您总是喜欢待在屋里不出门，就算是出门也总是唯唯诺诺的，从来都不敢抬头用眼睛看人，遇到事情只会哭和逃避，从来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属于很没有存在感的人。兰儿努力在脑海中思索主子以前的样子，明明朝夕相处那么多年，却只记得小姐那双常常流泪的眼睛，其他的都已经模糊了。孽女，给我跪下！聂女是吧？堂堂的苏丞相，朝廷文官的领头人，难道就只会这一句吗？若真是这样，我都怀疑你一个知识浅薄之人是怎么坐上宰相这个位置的？难道是有什么捷径吗？是靠宠妾灭妻，还是靠苛责嫡女得来的？苏红被他这话戳得肺管子都疼了，抬起手就想教训苏沐雪。他巴掌还没落到苏沐雪脸上，就被他一把抓住，并且往后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苏红顿时感觉自己手腕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畜生，你快放手！嘴巴这么臭！大小姐，老爷好心过来看你，你怎么能打自己的父亲呢？真是太不孝了！这女儿打父亲可真是千古奇谈，要是传出去，我们相府的其他女儿可怎么嫁人呢？赵云梅笃定自己站得远，苏沐雪打不到她，站在一边说得很是欢乐。苏沐雪邪气地撇嘴一笑，笑他高兴得太早，随即他拔出携带的手枪，朝着他手臂就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子弹穿过赵云梅的手臂，弹到墙上，然后反弹在地面。直到看见鲜血鼓鼓的往外冒，捂都捂不住时，他吓得两眼翻白，喊都来不及喊出声就晕死过去。直到倒下去那一瞬间，他都没想明白自己是怎么受的伤。哎呦，来人呐！救命啊！快点找大夫救人呐！真吵！兰儿，张嘴！苏沐雪皱着眉头吹了吹枪口，兰儿应声跑过去，抓住范嬷嬷的衣襟就左右开弓。其他原本拉扯苏沐雪的仆人，包括苏红，全部傻呆呆地望着嚣张的主仆二人。对于众人的反应，苏沐雪心里非常满意。她将枪在手里娴熟地挽了个枪花，悠悠地抵在苏红的脑袋上。还想要打我吗？我可是你爹！爹？你也配被叫这个字？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谁家的爹会让自己的嫡女住在这种连下人房都不如的地方，而庶女却住着豪华宅院的？谁家的爹会让自己的嫡女过着吃不饱也穿不暖的生活，而庶女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谁家的爹会任由下人欺负自己的女儿而不闻不问的？谁家的爹会任由小妾欺负到嫡女头上，甚至为了给他自己女儿铺路，找人要毁了嫡女清白的？苏沐雪一连串的连骂带问，说得苏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但却无法为自己辩解半分。她跟张含烟没有感情，连带的也不喜欢这个大女儿。苏红很想继续摆出父亲的架子，可面对冷漠强硬的苏沐雪和她手里那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她还是不敢再说教，理智的选择闭嘴，不再选择硬碰硬。想到这儿，苏红强压下心中怒气，扬起慈祥的笑容，开始换策略，很识时务的改走温情路线。对不起，雪儿，为父这些年确实有些忽视了你。如今你打也打了，为父也就不多与你计较。明天我就让管家将灵秀院整理出来给你住啊！以后你的月银提高到20两，和你弟弟一样啊！还有，爹给你院子设个小厨房啊，到时候呢，你自己想吃什么都可以在小厨房里做。咱们父女冰释前嫌，
你看如何呀？想演戏，想打亲情牌是吧？谁还不会了？苏沐雪不着痕迹地露出一抹冷笑，随即装出一副很感动的模样。雪儿还有什么话要跟为父讲吗？你我是父女，单说无妨。从今以后，只要你想要的，为父都会尽量满足你。父亲说的是真的吗？苏沐雪问得小心翼翼，脸上适当流露出渴望亲情的模样。那是当然，你是父亲唯一的嫡女，为父不对你好，对谁好啊？众下人也看得惊叹，前一刻还剑拔弩张的父女两人，现在竟突然变得父慈女孝起来，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那父亲，你能让赵姨娘把娘留下来的嫁妆全部都交还给我吗？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看来父亲说疼女儿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可惜了，原本女儿还想着等赵姨娘把母亲的嫁妆还回来，立马就去寻卖给我手枪的那个异域商人，向他多买一些手枪来孝敬父亲的。既然你不想帮忙，那还是算了吧。苏红听他这么讲，眼神顿时闪过一丝炙热。他对手枪可是眼热得很呢，现在跟苏沐雪亲近，本就想打亲情牌，等时机成熟，好将苏沐雪手中这把据为己有。如今听说能买到更多，心里当然是狂喜不已。若是自己有了这种强大的武器，整个东离国还有谁是他的对手？说不定还有机会能将这天下之主的位置坐一坐呢。苏红心里闪过一丝膨胀。雪儿，刚刚云梅真的是被这东西打伤的吗？父亲若是不相信，可以让人找个东西来试试。苏红立马让人搬了个坛子，放到苏沐雪院子里指定的位置。只见他站到院中，潇洒地端着手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随着砰砰的几声枪响，院墙上的坛子全部应声而碎。哎呀，雪儿，可否将此物赠与为父？父亲有所不知，不是女儿不肯赠送于你，而是这东西他认主啊，转赠别人无用。哎呀，一件物件而已，怎么可能会认主呢？雪儿莫不是在骗我吧？父亲若是不信，先可以试试，反正我刚才怎么使用的你也看到了。苏红不信邪的接过，学着苏沐雪的样子扣动扳机。可无论他怎样使出浑身解数，这东西在他手里就跟死了一般寂静，根本没有半点反应。明明刚刚就是这么使用的，怎么现在不行了呢？难道这玩意儿真的认主？苏沐雪在一旁嘴角微勾，心说老娘他妈上了保险，你还能使用，那真是见了鬼了。鼓捣了半天，苏红这才不得不相信这东西他真的认主。雪儿，早点把你娘的嫁妆单子列一份出来，我即刻让赵姨娘还给你啊！但是你要记得帮我多买些这个什么枪啊才行啊，越多越好啊！嫁妆若是不够，到时候啊我另补给你。没问题，那我过段时间就把嫁妆列给你，也得早些留意那个异域商人的动向才行，毕竟他也不是常常在这边的。不用过段时间，你尽快将单子列出来，拿到单子我就马上让他还给你。苏红担心那个商人把这大杀器卖给别人了，连忙催促苏沐雪。好，谢谢父亲。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赵姨娘的伤虽说不致命，可若是再不治，手臂就要废了。正事说完，苏沐雪就不想再跟苏红虚与委蛇，想让他带人早点滚蛋。行，那你早些休息吧。为父，我先走了。苏红也着急想看看手枪造成的伤到底有多厉害，也不愿意多做久留，叫下人抬着赵云梅一起离开。搬到灵秀院后的苏沐雪地位水涨船高，她叫人接回桂嬷嬷，拿到了张寒烟的嫁妆单。望着长长的嫁妆礼单，上面列满了各种名贵物件，奇珍异宝。听桂嬷嬷介绍，这可是价值10几万两的大肥肉啊！难怪苏红犹豫着不想拿出来。苏沐雪望着单子上的各种宝贝，脑瓜子飞速转了转，心里顿时有了一个计划。她打算先摸走这些东西，然后再向苏家要嫁妆。她要让贪婪的苏红跟赵云梅两人倾家荡产，名声尽失。
她白天在院子里练习各种技能，晚上就穿着夜行衣在府中游走，打探苏家库房的位置和护卫们的值班情况。等彻底摸清苏家库房位置之后，苏沐雪穿上夜行衣，带上万能钥匙，趁着夜深人静，避开相府的护卫，悄悄溜进了苏红的书房，移开一幅山水画，露出后面的暗格，用万能钥匙打开库房门进去。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简直要亮瞎了他的眼睛。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古玩字画，还有珍贵皮草等贵重物品，用堆积如金、珍馐罗列来形容都不为过。苏沐雪将东西一股脑收进空间，确认没有留下一根针之后，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出了库房，看看时间还早，又转去赵云梅的私库，将里面的东西一扫而空，连人不在府里的苏老夫人的私库都没放过。直到把所有库房都一扫而空，这才避过守卫，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迫不及待地进到空间里，观看自己忙碌了一晚上的结果。捧起箱子里的金银珠宝，他笑得见牙不见眼，这下可发财了。望着琳琅满目的库房，苏沐雪决定犒劳一下自己。他拿出一些玉器饰品置换成虚拟币，买了一张舒服大床、按摩浴缸，放到选好的卧室里。以后有空可以回到这儿美美的泡澡休息了。翌日，他拿着从桂嬷嬷那抄来的嫁妆单找到苏红。父亲，这就是我娘的嫁妆单，你看看什么时候能备齐。女儿已经跟那个商人谈妥了，等钱一到手，他就会把枪给我。依女儿看，这事还是早些定下比较好，若是让别人抢先，那可就亏大了。苏红接过单子看了一遍，她一直知道张含烟的嫁妆不少，只是没想到竟然有10万之多。若不是她要买武器，这嫁妆她还真舍不得还给苏沐雪。虽然有些肉疼，但想到自己的宏图大业，她还是吩咐苏沐雪：哎呀，你先稳住她，我这就叫云梅将嫁妆拿出来。行吧，我会尽力的。芙蓉院，老爷，您来看望妾身啦。云梅啊，张含烟的嫁妆呢？你快些让人将上面的东西都搬出来清点一下，还给雪儿吧。这好端端的，老爷怎么突然说起这件事情来了？苏红暂时不想让别人知道她买武器的事情，就随便找了个借口。也不算突然，雪儿不是马上就及笄了吗？她母亲的嫁妆自然应该由她来保管了。你快些让人清点好，然后交还给她吧。这么多的东西，我一下子也凑不齐呀，要不再等等，等凑够了再给大小姐吧。赵云梅不想将东西拿出来，打算采取拖延战术。苏沐雪在外面悠闲地听着没吭声，反正苏红现在比自己更着急，她只管安安静静地看戏就好。不行，今天必须要将嫁妆还给雪儿，不然这家你就别当了。见苏红真的生气了，赵云梅只好不情不愿地将钥匙交给范嬷嬷，让她带人去库房把张含烟的东西都搬出来。平白没了这么多东西，赵云梅心里像被挖去一块肉一般难受，也顾不得搭理男人了，径直坐在一边生闷气。哎呀，好了，别不高兴了，我实话告诉你吧，这嫁妆还给他是有大用的，等事情成了，大把的荣华富贵等着你，这区财物到时候我翻倍给你。赵云梅不是傻子，听苏红这么一讲，心里顿时明白，她这嫁妆不是为苏沐雪要的，心里顿时舒服起来。事成之后真的会翻倍给我？当然啦，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没过多久，范嬷嬷面色惨白，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跪在地上大喊：哎呦，夫人，不好了，库房里的东西不见了！你说什么？东西不见了？什么东西不见了？全部的东西都不见了，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你是说库房里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是的呀，夫人。完了！赵云梅顿感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身体一软就往地上倒。夫人！云梅！云梅！云梅！见怀里的人没有反应，连忙抬头对下人喊道：快去叫大夫！苏沐雪悄悄歪头看了一眼，屋里人因为突发变故，此时正乱作一团。
理了理身上的裙摆，苏沐雪悠闲地踱着步伐走到屋里看热闹。苏红见他半点不着急，没心没肺的模样，心里头不由火起，脱口骂道：没看到你姨娘晕倒了吗？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呀？看到了，可这关我什么事呢？又不是我让她晕倒的。再说了，她是你的姨娘，又不是我的，我着什么急？苏沐雪，他是你的长辈，你不过来关心尽孝就算了，怎么还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呢？苏红，你出生的时候脑子跟屁股是不是搞错了位置？要我提醒你一下吗？我是苏家的嫡女，我是主子，她赵云梅不过就是一个暖床的小妾，她算哪门子的长辈？拿个暖床玩意儿当嫡女的长辈，还让嫡女给她尽孝，你这个丞相当的可真是有出息。要不要我在外面再给你宣传宣传，让外面的百姓看看苏丞相家的家风有多新鲜呢？我什么我告诉你，苏红，你让我的心情很不爽。现在我改主意了，不再用我娘的嫁妆来给你买武器了。这些嫁妆你们得一分不少的给我还回来，要是敢少一个字儿，我就闹到官府去，让大家看看你丞相府堂堂高门大户竟然私吞正妻嫁妆的丑恶嘴脸。苏沐雪的话让苏红清醒过来，心里不由暗暗后悔，刚刚怎么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对不起雪儿，哎呀，为父只是太心急了，所以说话没经过脑子，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啊。对不起有用，那还要捕快做什么？别说我不顾念父女之情，我给你3天时间，要是还不能将我娘的嫁妆还给我，那我就去衙门里告状。嫁妆要是3天之后不给我，我不介意让丞相府在整个京城出名。威胁完之后，苏沐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苏红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没想到这逆女竟然半点亲情都不顾，说翻脸就翻脸。想到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如今怕只有他才能压制得了了。眯了眯眼睛，他让范嬷嬷去将苏沐薇喊来芙蓉院。翌日，苏沐雪带着兰儿去锦绣坊看衣服，两人正讨论哪件衣服更好看时，一声柔柔弱弱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姐姐。苏沐雪转头望过去，就见面容清秀的苏沐薇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站在那儿，怯生生地看着他打招呼。那副样子，不知情的人肯定误会他平常在家没少受嫡姐欺负，才会让他见到嫡姐时这么害怕。苏沐雪看了一圈店里其他人的表情，大家都对自己投来异样的目光，看来这就是苏沐薇的目的，想借此给他安上一个苛责庶妹的坏名声。姐姐，去年庄子上收成不好，爹爹跟娘亲。你说爹爹跟谁？娘亲啊。苏沐薇一愣，脱口而出：姐姐，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打我呀？既然你都说有了，我不再打一打你，都对不起这个字。苏沐雪说完，又啪啪地赏了他几个耳光，只打得苏沐薇眼冒金星，不敢再多话，捂着脸从假哭变成了真哭。这相府的嫡女也太彪悍了，在外面就这样子对待庶女，在府里不得虐待成什么样子了？谁说不是呢？长得那么好看，行事却如此癫狂，堂堂千金小姐跟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为了让其他人更加同情自己一点，苏沐薇决定继续添上一把柴。姐姐，以往你欺负妹妹就算了，可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妹妹就算是有心为你遮掩也不能了呀。不过妹妹还是要劝诫姐姐，虽然你是嫡女，是未来的太子妃，可也不能这样呀，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的。这若是传出去，让天下人知道东离国的太子妃蛮横不讲道理，你让太子殿下以后如何服众啊？苏沐薇说的大义凛然，苏沐雪冷笑一声，刚要回呛，外面就传来一道充满怒气的男声：谁说本太子要娶这个没有教养的女人为妃？众人见到男人立马跪成一片，只有苏沐雪跟兰儿站在原地，显得鹤立鸡群。兰儿心里有些害怕，她原本也想着跟着跪下的，可看到自家小姐没跪，作为她的忠实跟随者，当然也不能示弱。哎呀，薇儿，你的脸怎么了？是谁打的你？谢太子殿下关心，民女没事儿，没有人打民女。
是你打的他？是我打的。你这个毒妇，怎能如此恶毒？你这个精虫上脑的大渣男，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骂我？作为我的未婚夫，竟然跟我叔妹不知廉耻的搂搂抱抱不说，甚至还为他当众责骂我这个正牌未婚妻。知道的人晓得他是你小姨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你的未婚妻呢。姐姐，你怎么可以含血喷人啊？我跟太子殿下，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呀。你们是挺清白的，清白的就差没有2合1了。我想这里若是有一张床，你们2个只怕都要滚到一起去了吧。也怪这里的设备不齐全，让你们2个没有这个机会，还真是可惜了。不然我们还能看一场免费的双人运动直播秀呢。住口！苏沐雪，你作为丞相府的嫡女，满嘴胡言乱语，行为乖张，言辞粗鄙，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教养是要分对人的，对你们这种都不能称之为人的狗男女，谈教养简直就是侮辱了教养，当然就用不着了。苏沐雪，你无凭无据，污蔑辱骂威尔与本太子，简直就是藐视皇家。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轩辕锦书开始给他扣帽子，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气得提起剑就要朝苏沐雪刺去。围观的人看到，心里都替苏沐雪捏了一把汗。教训我，你还不够资格。这具身体经过他每日喝灵泉河水加锻炼，虽然跟以前比起来还有些距离，但是对付轩辕锦书这个沉迷酒色的草包太子，自然是不在话下。锦绣坊的对面2楼，一个身形伟岸、面如冠玉的英俊男人坐在包厢里。玄策，打骂轩辕锦书的那个女人，就是传说中苏红的废材嫡女。回主子，正是她。有点意思。确实有点意思。外面传说这个丞相府的大小姐无才无德，胆小懦弱，可今日瞧她打骂太子这架势，跟胆小懦弱完全不沾边啊！到底是谁传出这样的瞎话来？不过传言有一点是真的，看着大小姐的行为无才无德，是没跑了。你不觉得她这样子很生动有趣吗？哼，有趣。主子的关注点怎么这么清奇啊？莫非是中毒太久的原因？苏沐薇见太子被打，顿时心疼万分，冲着轩辕锦书的侍卫喊着：“你们是死人吗？没看到太子被打了吗？还不上去帮忙？”对不起，苏姑娘，皇上吩咐过，在太子没有生命威胁之前，我们不得擅自出手。苏沐雪，你够了！竟然如此殴打太子殿下，你就不怕回去被父亲惩罚吗？哎呦，你不是说你们清清白白的吗？那我打自己的未婚夫，你在这儿心疼个什么劲儿？啊，我是担心你打坏了太子，皇上怪罪下来，苏家人要跟着遭殃的。这个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你们苏家的。苏沐雪说完，又要去揍轩辕锦书。苏沐薇急了，伸手就去推苏沐雪的手，却一个站立不稳，摔在地上，顿时捂着肚子，疼得面色发白。菲儿，你怎么样了？太子殿下，我的肚子好疼啊！菲儿，别怕，我马上带你去找大夫。轩辕锦书说完，就想抱着他走。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背着药箱的中年男子。草民就是大夫，太子殿下若是放心，就让在下给苏姑娘诊诊脉吧。太子殿下，我还撑得住，还是先回府找熟悉的大夫看诊吧。看来苏二小姐是不相信在下的医术，所以不让在下替你看病吧。苏沐薇咬着嘴唇不说话，很显然就是这个意思。太子殿下，草民姓尹，名文浩，药王谷谷主冷沧海正是在下的恩师，医术方面大可放心。哇，没想到尹大夫竟然是药王谷谷主的徒弟。这药王谷的大夫有多少达官显贵捧着重金想要人家诊治都求不到呢？这个苏沐薇竟然还嫌弃人家医术不好，真是可笑。就是啊，现在有大夫他不治，非要回府里，他该不是装的吧？哎呀，菲儿不要任性，就让尹大夫给你诊治诊治吧。
见他生气，苏沐薇不敢再任性，只得伸出手臂给大夫。尹大夫，你请。尹大夫蹲下，伸出手指搭在苏沐薇的腕上，开始仔细诊脉。没过1刻钟，他收回手，对太子殿下说道：禀告太子殿下，苏姑娘这是有2个来月的身孕了，刚刚动了胎气，喝2副安胎药就好了。不过这1个多月还是要尽量戒房事为好。尹大夫这一公布，太子先是一愣，显然没有料到是这种结果，接着面色铁青的狠狠盯着苏沐薇。什么？你事后没有喝药？太子殿下，你听我解释啊！其他人则是被这一幕彻底惊呆了，这苏沐薇竟然真跟太子有私事。哼，你最好给我个完美的解释。说完就想离开。慢着，苏沐雪，你还想怎么样？什么我想怎么样？太子殿下，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本来跟自己的丫鬟好好的挑布料，是你的女人主动上赶着来找我的麻烦，然后你为了维护心上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教训我。若不是我还有一点防身术，现在只怕就不是鼻青脸肿，而是连命都丢了吧。我差点丢命都大度的不要你拿银钱做补偿，你听我说几句话不为过吧？人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实在是家中叔妹喜欢抹黑我衬托她，所以我想将自己这些年过的生活给大家说一说，相信大家听完一定会泯灭是非，还我一个清白的。姐姐，咱们是一家人，有些话关起门来说就好，何必大肆宣扬呢？你到处抹黑我时，怎么就没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现在我豁出去了，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所以今日我一定要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也知道谁是谁非。苏沐薇，你从小就喜欢跟我抢东西，小时候是吃的穿的玩的，长大了就要跟我抢院子抢东西。自从姨娘当了家，你们就将我这个嫡女赶到连下人都不住的破旧院子，让我吃不饱穿不暖，还怕沾了我娘的家妆不说，现在竟然连我的未婚夫都抢跑了，还无谋苟且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众人见他说的悲切，哭得伤心，不由得万分同情。他们不敢骂未来天子，就开始骂赵姨娘和苏沐薇，甚至连苏丞相都一起骂了，骂他薄情寡义，任由小妾苛待嫡女却不作为。苏沐雪望着庶妹难看的脸色，心里微微一笑，不就是装白莲吗？谁他妈不会了？谢谢大家还了我一个公道。不过我是姐姐，如今既然妹妹与太子两情相悦，甚至已经有了她的骨肉，作为丞相府的嫡女，我也有我的骄傲，不愿意插进他们的感情当中，做一个空有其名却得不到夫君感情的太子妃，所以打算现在就去找圣上，求他撤销赐婚，让我退出，成全妹妹跟太子，祝他们天长地久。众人听到他这么讲，都齐声支持。一个姑娘大声说道：苏大小姐解除婚姻是对的，你这么好的人，一定会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夫君。这位小姐，谢谢你的祝福，我也这么觉得。哇，苏大小姐笑起来这么美，比那个庶女好看多了。苏大小姐，你到时候解除婚约，还可以向他们要一笔赔偿费的。谢谢这位夫人的提醒，不过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不想父亲为难，只要父亲跟姨娘能将我娘的嫁妆还给我，让我有一点傍身椅，以后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太艰难就好了。现在见苏沐雪委屈自己，不计前嫌的想求皇上解除婚约，只为了给妹妹腾位置，就更加同情她了。苏家人跟太子的名声这一下毁得很是彻底，而苏沐雪的名声却直线的往上疯长。现在的她再也不是大家心中的废物，而是一个受尽家人虐待的可怜人。苏大小姐，我同你一起去吧，若是有事，刚好可以做个见证。苏大小姐，我叫顾罗，爹是言官，虽然官职不太高，但他为人公正，
朝堂上能说得上几句话，我也跟你一起去作证。我叫南烟，我爹是当朝宰相，我可以跟你去作证。他爹跟苏丞相向来不和，想来很愿意趟这趟浑水的。先有尹文浩这个大夫站出来，又有这2个官家小姐站出来，都说要为苏沐雪作证，让她摆脱这段不幸的婚约。3人的好意让苏沐雪都不忍心开口拒绝了。她没想到装柔弱效果这么好，难怪赵云梅跟她女儿动不动就喜欢装。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真是很不错。看来以后不能一味逞强，要学会该示弱时就示弱。出了门，大家都有点傻眼。南烟他们虽然是官家小姐，可平常都是跟着父兄进宫的，这下无人带领，要怎么进呢？正当众人面面相觑时，一辆豪华马车驶了过来，一只骨节分明、满是骄傲的脸庞，时光中不掉的冰化妆，是你渗透的青春都是你，陪衬了我的生长流星。上车，我带你去。苏沐雪，你跟锦王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听说王爷天生冷漠，很难接近的。既然你们不认识，那他今日为什么会主动帮你啊？难道他是对你见色起意啦？没准还真是，毕竟谁让我长得这么好看呢？南烟心说，这人脸皮真是有点厚，不过他喜欢。他决定苏沐雪以后就是他朋友了。沐雪，那你要坐王爷的车吗？你现在能找得到人带我去皇宫吗？不能。那我除了坐他车，好像也没有第2个选择了。说的也是。不过你跟他既然先前不认识，就不怕他中途对你图谋不轨？苏沐雪又抬头看了眼马车上的帅哥，刚好对上他也投射过来的眼神。他长得这么帅，就算真的图谋不轨，我也不吃亏啊。再说了，到时候谁对谁不轨还不一定呢。要担心也应该是他才对。玄策情不自禁地打量一下自家主子，想象他被苏大小姐压在身下图谋不轨的场景，那画面太美，不敢想啊。轩辕锦斜了他一眼，收起你的眼神，出去外面帮忙赶车。懂了，属下这就出去，将空间留给你们，也绝对不会让人来打搅你们的。轩辕锦心说，你懂个灯啊。苏姑娘快上车吧，一会儿皇上午休，连王爷都见不了了。那就多谢锦王了。沐雪，需要我和你一起去吗？我家主子只邀请了苏姑娘，南姑娘还是坐你自己的马车吧。南烟，我没事，你坐自己车过去吧，咱们一会儿在宫门口会合。告别南烟，坐上男人马车，苏沐雪这才发现这车竟然是用上等金丝楠木制成的，里面雕龙画凤，做工极其精美。你确实长得挺好看的。你真有眼光，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轩辕锦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被苏沐雪的话堵得沉默了好一会儿，见他不打算说话，才又试着打破沉默找话题。苏沐薇就算有了身孕，也不会影响你太子妃的位置，为什么一定要跟轩辕锦书解除婚约？我这人有洁癖，不能接受自己男人有别的女人，若是他碰了别人，那我宁愿把他给扔了。善妒，你要这么理解也成吧。苏沐雪不在意背上善妒的名声，她就是善妒，怎么了？我这人不仅善妒，还很凶残呢。要是以后我的相公敢出轨，我不介意把他那根儿给切下来喂狗。轩辕锦听他这么一讲，莫名感觉裆部有些凉飕飕的，情不自禁地并紧了双腿。他想，若非是寒毒又要发作了吗？两人再次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苏沐雪仔细打量他一下，这才发现男人脸色过于惨白，唇虽然好看，却没什么血色。他心里隐隐有了猜测，径直拉过男人手，把起脉来。谢谢你，不过不用白费心思了，我的身体治不好的。这些年他看过不知多少大夫，没有一个人能解自己的寒毒。闭嘴，别再打扰我，不然小心我揍你。苏沐雪最不喜欢碰到点事儿就自我放弃的人，所以语气并不好。看着女人认真的脸，不知怎么的，他心里一点气都没有，反而觉得她有些可爱。苏沐雪让他闭嘴，轩辕锦当真就不再说话。
闲得无聊的他开始静静打量起眼前的姑娘，一张标准的鹅蛋脸，眉若远山，杏眼桃腮，下垂的长睫毛像扇子一般遮住眼睛，看不到眼波流转的风情。秀气坚挺的鼻子下方，樱桃小口透着自然的粉嫩，果然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好看吗？好看。他脱口而出，抬头就对上女人戏谑的眼神，顿觉脸上一热。查出我是什么病了吗？你不是病，而是中毒，而且还是很厉害的寒毒。轩辕锦面露吃惊地望着女人，原本以为她年纪轻轻会点皮毛，没想到还真诊出自己身体的问题。这就吃惊了。我若是告诉你，你这寒毒我能治，那你岂不是更吃惊？若是苏姑娘能解我的寒毒，往后只要轩辕锦在世一日，我和我的手下定护姑娘周全一天，绝不食言。行，就这么说定了。你的毒包在我身上了。有了男人的承诺，苏沐雪自然更加上心。想了想，他又加了一句：只不过你这毒有点久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的。只要能解，哪怕用5年10年都行。那倒是用不了这么久，最多1年半载，我定能将你的毒解除。听他说的这么坚决，轩辕锦心里的希望又热切了几分。两人讨论着后续如何治疗的事情，没多一会儿就到了宫门口。有了轩辕锦的令牌，守卫检查过后，确定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很顺利地放了行。皇上驾到！众人听到这声音，连忙跪成一片，齐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霎时之间，整个上书房里除了轩辕锦没有跪下之外，就只有苏沐雪这个异类了。他生活在人人平等的时代，对古代这个动不动就下跪的行为很是不赞同，也不会跟从，哪怕是面对帝王。所以在皇帝出来这一刻，原本他想来个握手礼的，只是隔得太远够不着，只能抬手拱了拱作礼，又喊了句“皇上万安”。你个逆女，还不快快向皇上跪下请罪！敢问苏丞相，我犯了什么罪需要请罪？苏红怕他又发疯，一会儿不好收场，于是软下声音说道：沐雪听话，面见帝王不下跪，这是大不敬之罪。你快快跪下向陛下请求宽恕，迟了为父就算是丞相也保不住你呀！保我？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吧？在这朝堂之上，最想让我死的恐怕就是你苏红了吧？哎呀，沐雪，你我是父女，为父怎么会盼着你死呢？苏红，我不是傻子，你做出如今的姿态，不过就是向皇上表忠心，想让他不迁怒你，不迁怒苏府而已。在你的心里，只怕恨不得我马上被皇上处决吧？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阻力地拿着我娘亲的所有嫁妆了。够了！你就是苏沐雪？正是。苏沐雪，这里是上书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再闹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打入大牢？轩辕老头儿，你这双标的都快成精了，你不如给自己开一个双标超市吧，一边卖宽松，一边卖严苛，按需要分配给不同的人好了。太监总管江德海见自家主子气得不行，跳出来大声呵斥：放肆！怎么对皇上说话呢？哼！蝙蝠头上插鸡毛，你又是什么鸟啊？这皇宫看着还不错，怎么就净装一些垃圾呢？九王爷，我看你以后还是少进宫吧，免得惹上一身臭味。苏沐雪这话把得罪过的轩辕父子和江德海全都骂了进去。轩辕龙感觉自己的权威被挑衅，心里动了杀心，朝外面大吼一声：来人，给我砍了他脑袋！这女人先是侮辱他的太子，如今又对他不敬，这样的人就不配活在这世上。陛下，苏姑娘只是心直口快，罪不至死，还请陛下恕罪。我若是不呢？那就先从臣弟的尸体上踏过去吧。哼哼，你以为我不敢吗？对于这个能力出众的九弟，轩辕龙早就起了去除之心。原本顾及他是战神，唯恐死得太快引起天下人怀疑，所以偷偷找人下了天下至尊寒毒，想让他饱受折磨而死。
如今他上杆子要提前死，又何不成全他呢？侍卫接收到他的信息，举着剑就朝二人围了过来。轩辕锦将苏沐雪拉到身边，轻轻说道：苏姑娘，刀剑无眼，你一会儿躲在我身后，尽量不要让人伤到你。我们萍水相逢，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说能治好我的毒，所以帮你等于就是在帮我自己。这理由倒还说得过去，苏沐雪信了。不过她并不是一个遇事只会躲在别人身后的女人，既然敢惹皇帝，那她就有全身而退的本领。实在不行，还可以往空间里一躲，来个活人消失术，吓死这群古代人。对付这些小喽啰，还用不着你动手。说着，他用宽大衣袖挡住空间，从里面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围上来的侍卫脑袋就是砰砰几枪。几个大内高手连身都没进得了，就被他开了瓢。护驾，快点护驾！整个上书房里乱成一团，众人都面露惊恐地望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生怕下一个躺在地上的是自己。轩辕老头，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吗？你想说什么？我今天来找你有2件事，第一件就是要解除与这个草包太子的婚约。轩辕锦书作为我的未婚夫，却搞大了我叔妹的肚子，严重损害了我的个人名誉和精神，所以得赔我30万两的名誉损失费和精神费。好你个苏沐雪，你这简直就是讹诈！你休想让我给你1两银子！我就是讹你，怎么样？要么给钱，要么死，你自己选一个吧。反正他现在已经得罪皇帝与太子，不介意再得罪得狠一点。你敢！轩辕锦书笃定自己是太子，苏沐雪再怎么样也不敢杀自己。谁知那女人根本不废话，抬起手枪连瞄都不瞄一下，就朝他射了过去。子弹穿过轩辕锦书的发冠，他只觉头上一松，发冠掉落在地，发出啪嗒一声脆响。啊！轩辕锦书吓得大声惊叫，顿时感觉裤裆一热，生生被吓尿了。哼，就这么点胆子，也敢跟姑奶奶叫嚣？这次只打了你的发冠做惩罚，再有下次，就是你的脑袋了。见他闭嘴不言，苏沐雪这才转头看向阴沉着脸的轩辕龙，笑得一脸和善。陛下，这30万，你觉得该给还是不该给？该给。轩辕龙忍着想撕碎苏沐雪的心，咬着牙从牙缝里说出2个字。现在还没有摸清苏沐雪手里威力巨大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这第2件事嘛，就是请陛下让苏红将我娘的10万两嫁妆全部还给我。另外，她这些年纵容小妾苛责嫡女，作为惩罚，还要另赔偿10万两银子给我做补偿。对于苏红，轩辕龙心中也是有怨恨的，毕竟如今威胁他的人就是苏家女，这让他如何不会心有芥蒂？所以能让苏红不痛快，他也是乐见其成，于是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苏沐雪的要求。不过这几10万两并不是小数目，为了让太子和苏家凑钱，轩辕龙提出半个月，苏沐雪很爽快地答应了。轩辕龙当众下旨解除轩辕锦书和苏沐雪的婚约。瞧了一眼暗自欣喜的苏沐薇，也许是因为对苏沐雪的不满，连带着对这个也不喜欢，看起来就心眼不正的苏家庶女。奈何她肚子里已经有了皇家骨肉，于是直接下旨让她做了太子的侍妾。苏沐薇听完宣旨，顿时面色苍白，差点跌倒在地。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筹谋，到头来连个妃位都没捞到，只得到一个最低等的侍妾之位。轩辕龙见他还不跪下领旨谢恩，心里的火气上来，脸色沉得快要拧出水了。陛下，薇儿能做太子侍妾是他的荣幸，现在一定是高兴地呆住了。老臣带女儿谢陛下隆恩。说完又低声提醒：薇儿还不赶紧谢恩？罢了，侍妾就侍妾吧，等生下男胎，他就可以母凭子贵，再凭他魅惑男人的手段，升上妃位也不是没有可能。想到这儿，苏沐薇赶紧跪下谢恩。陛下，臣弟告退。苏姑娘，你如今与苏丞相闹掰，又得罪了皇上，接下来的日子只怕会危险重重。
有考虑过要如何保护自己吗？没想过，不过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苏姑娘，本王有个提议，你听听看如何？什么提议？景王爷不妨说说看。进宫之前，你说可以治好我的寒毒，但是需要时间。不如你即日起住到王府来，这样你帮我解毒，我护你周全，你意下如何？苏沐雪想了一下，顿时就明白轩辕锦这是为他好，想要用自己的势力保护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别告诉我只是因为解毒的原因。说实话，刚开始是因为好奇，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竟然敢当街殴打太子，还敢当众提出解除婚约。后来则是因为你说能解我的毒，这毒折磨我2年多了，能有一线希望，当然不想放过。还有就是因为你我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你是说皇上？哼，知道我的毒是谁下的吗？我猜是皇上吧。你怎么知道？这并不难猜，你是轩辕家的人，又是享誉东离国的战神，太过功高盖主，当然就会引起上位者的猜忌，恨不得将你除之而后快了。轩辕锦正当年轻，威望又高，皇帝老儿能睡得安稳才怪。苏姑娘真是冰雪聪明，可惜轩辕锦书眼盲心瞎，错过了你这么一位好姑娘。那渣男忙不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是我的菜。轩辕锦突然想问，什么样的人才是他的菜呢？又觉得这个话题太过唐突冒犯，于是生生地憋了回去，重启刚才的话题。我的提议，苏姑娘你考虑考虑吧。只要你来锦王府，我和我的手下随你差遣，绝对没有半句怨言。这话让苏沐雪有些心动，她再强也是单打独斗，总有顾不到的地方。若是能得到轩辕锦和他手下的帮助，往后做起事来更加事半功倍。你说的是真的？无论我做什么，都任由我差遣？当然，除了背叛东离国，因为我不想百姓遭到生灵涂炭。只是为百姓？当然，我守护的从来都是东离国的百姓，希望他们不要颠沛流离，安居乐业。你是一个好王爷，难怪百姓会爱戴你，上位者会忌惮，恨不得你死。有想过自己做东离国的主宰吗？这样可以更好地守护你的臣民。苏沐雪问得很直接，通过今日的接触和给轩辕锦下毒的事情来看，这东离国的皇帝昏庸无能，还心狠手辣，嫉贤妒能，不是个好的领导者。若是内乱，遭殃的还是百姓。苏沐雪了然，看来不是不想，而是不想让国家动乱，百姓受苦。不是愚忠之人就好，那跟他去锦王府也不是不可以。我答应跟你去王府，但是首先得说好，我这个人不喜欢受约束，也讨厌麻烦。你必须得给我准备一个单独的院落，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的女人们无事不要来打扰我。你放心，我不会约束你的任何行动，也会给你准备一个单独的院子。还有，我的后院除了打扫丫鬟，没有一个女人。下人们若敢对你不敬，直接打杀便是，不用经过我的意见。你看起来得有20多岁了吧？一个女人都没有，莫不是不行吧？20几岁在现代是没什么，可是这是古代呀，孩子都得上学了吧？除了不行，他想不出什么其他原因。苏姑娘放心，我很行。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长得如此英俊潇洒，不像是没有姑娘喜欢的样子呀。我以前常年征战沙场，无心娶妻，这2年又被寒毒所困，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所以不想连累别人。原来是这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寒毒治好，包你活蹦乱跳，以后想要娶10个8个，一夜7次郎都不成问题。苏沐雪既然决定跟轩辕锦去锦王府，就不想在丞相府多待。回去问过桂嬷嬷的意见，知道她想回去跟儿子团聚，就直接将卖身契还给了她，又给了她一些银两，保证桂嬷嬷以后衣食无忧，才送她离开。然后带着兰儿坐上轩辕锦的马车扬长而去。回到王府，轩辕锦亲自给苏沐雪挑选了院子，就是他苍松阁旁边的繁星院。你这是还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你解毒的事情？对，若是皇上知道我的寒毒能解，不知道他又会用什么手段来害我。虽然并不怕，但也挺麻烦的，不是吗？
确实，我在给你治疗期间也不希望有人打扰。放心吧，我这王府虽说不是固若金汤，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但凡他这王府防御差一点儿，他也活不到今天。轩辕锦带着苏沐雪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然后送她回繁星院休息。回到苍松阁，找来管家，让他亲自挑选一些有力的人去繁星阁侍奉苏姑娘，并让他交代下去，让王府所有人都不准怠慢繁星院的贵客，违令者处死。这就是寒毒堆积在体内的淤血，你现在身体感觉轻松一点吧？我感觉胸口确实没有那么闷了，谢谢你，沐雪。不用谢，这是第一天，以后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小姐好了吗？有什么事情？门房过来报说丞相府的人过来了，说丞相让小姐回去。苏红让我回去？小姐，我们要回去吗？当然不会，让门房把人打发走。是，我这就去跟门房讲。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是泡澡施针，期间丞相府的人又来了几次，想让苏沐雪回去。头一次两次苏沐雪没有放在心上，可次数一多，她心里就有了些怀疑。这天施完针，听说丞相府的人又来了，这次连轩辕锦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丞相府一次次的来叫你回去，到底所为何事？哼，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其拜年，不安好心。要是你不介意，我让人去打听一下他们要喊你回去的缘由，到时我们再想对策，如何？如此就多谢阿锦了。哼，你我之间不必言谢。转身吩咐玄策，你找玄武去打听一下，丞相府一定要让沐雪回去的目的是什么？速度要快。玄策领命而去。轩辕锦又问苏沐雪，听说今日来请你的人是你那个庶弟苏雨，要见见吗？哼，当然要见。不只要见，他还要揍人呢。这几日苏家日日让人过来烦他，还在外面大肆抹黑，说他不顾礼仪廉耻，住到锦王府是为了勾引轩辕锦。前些日子是给轩辕锦驱毒的关键时刻，没空搭理这些渣渣们。苏沐雪带着兰儿来到门口，苏雨看到他，开始自己的表演，装出一副情真意切的模样，说道：嫡姐，你总算出来了，快跟我回家吧。回家？哪里是我的家？哎呀，嫡姐你糊涂了不成？你的家当然是丞相府啊！你已经及笄，就算太子殿下不要你，你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呀。一个大姑娘怎能如此不顾颜面名声，住到男人家的？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吗？走，快跟我回家吧！啊，家里人都很担心你，祖母回来问了你的事，都已经气得卧病在床了。苏雨面上是一副为了嫡姐着想的样子，可字里行间都在说她是没人要的弃妇，不知廉耻，弃病长辈，字字句句都在毁她的名声。哼，我能问你们苏家人要几张脸皮吗？我看你们这脸皮里3层外3层的，少几层应该也没有关系吧？你什么你？记住了，那个跟未婚妻庶妹私通还珠胎暗结的渣男，白送给我都不要，所以把他踹了，让他去跟垃圾作伴。至于不要脸，谁能比得上你姐姐苏沐薇啊？暗中勾引自己未来嫡姐夫，上赶着送身子给人家暖床，费尽心思有了孩子，也不过才得到一个侍妾的身份。要说贱，这才是真的贱。我看祖母要气，也是被苏沐薇气的吧？还没及笄就迫不及待地爬上男人的床，可真是得到了赵姨娘好教导啊！我这就回去禀报祖母，让她教训你这个不知维护苏家名誉的不孝女。苏雨被他气到了，恶狠狠地说着就要回苏府告状。既然要告状，光口说怎么行呢？我来给你多加一点实际的吧。苏沐雪撇嘴邪气一笑，苏雨心中顿时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你想怎么样？我想怎样？当然想揍你了。苏沐雪说着，抓起他的胸襟就来了个漂亮的过肩摔，然后拳头如雨点般的往少年身上招呼，只往他最疼的地方打。这个苏雨别看年纪不到15，仗着自己是苏家独子，又得苏老太跟苏红的宠溺，以前欺负起原身来那可是招数多得很。
殴打原身出气，推原身落水，害他发烧差点死掉，还倒掉原身的饭，逼他吃狗食等等。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苏沐雪抓住苏雨的一条腿往后用力一拉，直挺挺地给他掰折了。这样的恶人就是要让他变成残废，才不能出去再害人。苏雨原本就被他打得已经进气多出气少了，现在被掰断了腿，连叫都叫不出来。好啦，把你们家的垃圾带回去吧，记得告诉苏红，再来烦我就不是断腿，而是要命。苏府的家丁不敢再多说什么，抬起昏迷中的苏雨就往家里跑。苏沐雪没有理会旁人的眼光，抬脚就回了锦王府。轩辕锦早就已经知晓了外面的情况，见他回来，微笑着上前寒暄：以后再有这种力气活，交给线人们来就好，别把你的手打疼了。玄策在一旁下巴掉了一地呀，他这他妈是见了鬼吗？怎么会有苏姑娘杀人自家主子递刀的错觉呢？哼，虐渣这种事情交给别人哪有自己做的爽？很有道理。下次你再虐别人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吧。这2年没有动过，感觉身手都生疏了。你不觉得我很凶残吗？这有什么？对待敌人仁慈，那才是对自己残忍。如果刚才是我，苏雨这辈子都别想再站着说话了。哼，没想到阿锦你比我还更加残暴，不过我喜欢。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一定叫上你。你刚刚出了力气，现在饿了吧？快吃点百花酥垫垫肚子。谢谢阿锦，你府里的糕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百花酥了，酥酥脆脆，还带着花香和甜味儿，特别好吃。好吃你就多吃些。轩辕锦笑得眉目柔和，将糕点又往他旁边移了移。你也吃。苏沐雪见他没动，从盘中拿起一块递给男人。轩辕锦接过，优雅地咬了一口。怎么样，好吃吧？确实不错。轩辕锦点头赞同。他本来不怎么喜欢吃这种甜腻食物，但此时却觉得嘴里这一块特别香甜。两人一边吃一边说着话，场面温馨不已。相比锦王府的一片和谐，苏府这边就惨多了。赵云梅看着被打成猪头抬回的儿子，哭得险些断了气。苏红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愤怒到扭曲了脸。听到大夫讲儿子的腿彻底废了，赵云梅大叫一声：我的儿命好苦啊！他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苏红赶紧让大夫给他检查，说是气急攻心，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苏红换人将赵云梅带回屋里休息，红着眼睛问大夫：我儿真的不能治了吗？回丞相大人，小少爷的腿骨完全断裂，鄙人才疏学浅，大人不若进宫去请御医瞧瞧，或许会有转机呀。苏红只得让别人送大夫，自己急急忙忙地往宫里赶。太医赶到苏府，一番诊疗过后，给出的诊断跟先前的大夫一样。刚刚才醒过来的赵云梅直接又晕了过去。苏红听到御医的话，心中唯一希望没了，气得口吐鲜血，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在地。苏沐雪这个逆女，我非得杀了她不可。红儿，我的乖孙如何了？母亲，您怎么来了？听说我的乖孙被那该死的苏沐雪给打了，你们也没人过来说明情况，我这心里着急。小雨怎么样了？你快告诉我呀！御医说，御医怎么讲？你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御医说，小雨的腿瘸了。苏红说完，老泪纵横。他已经快到不惑之年，膝下只有这一子，如今却被不孝女给毁了，这让他如何不心疼？苏老夫人听到孙子的腿不中用了，顿时感觉头晕目眩，腿脚一阵阵的发软。老夫人！娘！丫鬟跟苏红连忙扶住她喊，然后将她带到最近的椅子上坐下。我的小雨啊，心肝肉啊！那该死的苏沐雪，她怎么就对自己弟弟这么狠心？哎呦，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苏老夫人伤心了一阵，总算平复下来，
老脸上布满怒意，对着儿子说道：红儿，苏沐雪这个贱人如今伤了小雨，你打算如何做？母亲，这事我早有打算。有何打算？若是轻了，我可不依。这样不顾亲情的恶毒逆女，就应该让她死。苏红让屋里所有下人离开，然后对母亲说出皇帝与自己的计划，最后叹了口气说道：就是这个孽女，怎么喊都喊不回来，如今还搭上了雨儿的一条腿。这个好办，你再让人去请，就说他祖母我已经快死了，她作为孙女理应回来尽孝，如果她还是不回，就让人将我抬到晋王府门口去，我看晋王爷还会不会留他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儿子明日就让人去办。晋王府，玄武将苏家母子的阴谋一字不差地告诉了苏沐雪跟轩辕锦。听到苏红和皇帝合谋要给自己下毒时，苏沐雪简直被气笑了，心里万分同情原身，有苏红这么个渣爹在，难怪他日子会过得这么惨。沐雪，你就放心的在这里住着，你祖母要是过来，到时候我出面替你与她周旋。这丞相府咱们不回去了。阿锦，这丞相府我要回去，不过要怎么回，那就得我说了算。你想怎么做？要我帮忙尽管说。当然，这里少不了你的帮忙。你到时候……苏沐雪附在轩辕锦耳边，将自己的将计就计的计划给男人讲了一遍。行，我到时候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翌日，当苏家再次派人过来要苏沐雪回去时，王府管家这次亲自出面，当着围观百姓大声告诉苏家人说，王爷交代了，苏沐雪是王府的贵客，丞相府要让苏大小姐回去也可以，但是要先将她母亲的10万两嫁妆和赔偿的10万两银子先还给她。20万两银子还没给到位之前，谁若敢来锦王府捣乱，直接格杀勿论。苏红听到下人禀报，知道锦王这是要给苏沐雪撑腰，气得摔碎手中茶杯。他本以为将苏沐雪弄回来，等事情成功之后，这20万两银子就不用再往外拿了。只是万万没想到，锦王竟然会从中横插一脚。为了完成陛下交代的事情，苏红只得咬碎牙，打开平时很少启动的库房，想从中拿20万来应急。等弄死了苏沐雪，这银子到头来还是会落回他手上。走到书房，他小心翼翼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发现，才小心地移开做掩饰的画，用钥匙打开自己的库房门。当他提着灯走进库房，这才发现偌大的房间空荡荡的，里面连根针都不剩下。他顿时惊得手中灯都掉在地上，不敢置信地拼命揉揉眼睛，睁眼发现除了4面墙，确实是什么都没有。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的财宝呢？我的财宝呢？过了许久，他才终于接受自己所有宝贝全部不见的事实。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几10年积攒的财富就这么不翼而飞了，苏红心里像是一种被剜心的痛。他不顾平时斯文形象，大吼出声：谁干的？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说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人也直接晕死过去。外面路过的下人听到他的嘶吼，连忙跑了进来，看见他面色苍白地倒在暗室地上，胸前全是血迹，吓得赶紧过去扶起他。老爷何事这么生气？你若是有个好歹，妾身可怎么活呀？没了，全部没了。什么没了？老爷，你在说什么呀？银子，我们的银子全部都没了。什么？你说库房的银子也全部没了？赵云梅跌坐在地，他自己私库被盗的案子官府都还没了结，如今苏府库房的银子也没了，这让他们苏府上下要如何活呀？老爷，我们赶快报官吧。胡闹！若是让陛下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咱们苏府上下全部都得掉脑袋。苏红此时已经恢复理智，他库里那些财物很多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若是报官，他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那怎么办呀？
难道就这样子吃哑巴亏吗？再说，现在咱们手里的银子已经不多了，没有了库房里的银子，咱们家这么多人可怎么活呀？这事你先别声张，我会让人私下慢慢查。银子不够时，明天去跟娘说一声，说先用她的私库顶着，等外面的银子收回来再给她补上。那苏沐雪要的那20万两可怎么办呢？先买些产业，凑齐20万两给他。反正等完成陛下交代的事情之后，这些银子还得是我们的。翌日，赵云梅赶去云松居找苏老太要银子周转，这才知道苏老太太的私库也没了。家里又是一阵的兵荒马乱，苏老太被气得卧病在床。苏红心里对那个贼人恨的是咬牙切齿，这贼人怎么就逮着他苏家一家来霍霍？好了，别心疼了，这只是暂时的。我已经让管家将买咱们铺子和地的人家记录起来了，等事情办成之后，我会想办法将这些产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的。大小姐打开院也罢，姨娘说了，这银子过少，往后再有什么差池，我们可不负责的。确实得验验，毕竟以苏家卑鄙的做派，还有赵云梅那个专抢人夫君、品行不端的人做事，我可不放心。苏沐雪开箱一一验收，确定无误，这才让玄策他们将银子抬入自己的院子里。大小姐，你要的银子已经送来了，别忘了答应苏家的事情。哼，想让我回去也成，你让苏红去跟她的好女婿讲，把那30万两银子全送来，我就会回去的。大小姐，你当时可没讲，要等太子给了银子再回府的，你这是出尔反尔啊！先讲我忘了，现在讲也不迟。你这是不讲理！怎么，苏管家想要为你的主子跟我打一架？奴才不敢。现在银子已经抬回晋王府，他人也请不回去，毫无办法的他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府禀报。翌日，苏沐雪刚给轩辕锦施完针，就接到消息，说太子府的30万两银子已经送达。走吧，出去看看轩辕锦叔，赔偿你的银子吧。行，那我们快走。二人来到院子里，只见地面摆满了银箱。沐雪，你这些银子是放到银庄去，还是我送你一间银仓做库房？谢谢你，阿锦。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些银子我自有地方放。见他另有打算，轩辕锦也就没再多言，只是问他要不要人帮忙抬。苏沐雪拒绝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摸熟空间，用意念就可以收取自如。等轩辕锦等人离开，苏沐雪支开院子的人，闭上眼睛默念收。原本还满满当当的院子，顷刻之间变得空荡荡的。苏沐雪睁开眼睛，满意的拍拍手，转身回屋休息去了。隔日下午，想到这次去苏府赴鸿门宴可能会打架，他穿了一身最方便活动的衣裤。沐雪，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你如今正是解毒的关键时期，如果去了被狗皇帝发现端倪，反而不美。再说，有你在，苏红可能就没有胆子对我下手，到时候屠身其他变数反而不好。我还是一个人去吧，其他的事你让玄策找的人按照我说的要求做就好了。可是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一大家子人，我实在有些不放心。放心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况且苏家那些人还奈何不了我的，你只需要在府里等我好消息就成。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府里等着。不过先说好，若是过了戌时你还未归来，那我就亲自过去找你了。他不愿意让自己跟着，轩辕锦也没办法，只得跟他约定好时间。苏沐雪点点头答应。玄策，将玄字辈武功最好的人都带去，暗中保护苏姑娘。她若是少一根汗毛，你们提头来见。王爷放心，属下一定会将苏姑娘安全带回来的。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去别人家住这么长的时间呢？让外人知道，对你的名声多不好啊！是呀，大小姐你不在府里的这些日子，老爷担心你，担心的晚上都睡不好，生怕你在外边受了委屈，这才3请4请的想让你回家呢。是吗？难道不是恨我恨得睡不着吗？雪儿，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这父女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
老爷说得对，一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的才是。大小姐，你还不知道吧？老太太已经从庙里回来了，你先去见见她老人家，我去让人准备几个菜，晚上啊，咱们全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说完，见苏沐雪连丫鬟都没带，心里有些疑惑地问道：哎，大小姐，兰儿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哦，兰儿感染了风寒，所以我没让她跟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个丫鬟带你去云松居吧。说完，喊来身边的二等丫鬟彩玲，你带大小姐去云松居。云松居，苏老太因为银子被盗的事，最近一直病歪歪的不出大门。听到下人禀报说苏沐雪来了，想到自己孙子的腿就是被这个女人打瘸的，苏老太太心里恨得牙痒痒，就想给她一点颜色瞧瞧。秋桐，你去传话，就说我休息了，让她在院子里站着等，记住，不准她坐，也不要给她茶水喝，我让她什么时候进来再进来。秋桐有些犹豫，如今刚至申时时分，正是热的时候，让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外面，有几个人受得了啊？这有什么？就按我说的去办。苏老太有些不高兴地瞪起三角眼儿，秋桐无法，只好出去通传。苏沐雪听到他传来的话，心里冷笑一声：祖母年纪大了，确实应该多休息，不然操心太多，容易提早进棺材的。秋桐姑娘，既然祖母休息了，那我也回灵秀院歇息歇息。毕竟这2日我数银子都数到手抽筋，也是很累的，得休息。说完，不顾丫鬟婆子的挽留，头也不回地离开。屋里苏老太太听到他竟然诅咒自己，又想到那20万两银子的事儿，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李姐，你消消气，爹爹是因为朝中之事困扰，再加上担忧祖母身体，所以心情有些烦躁，并不是针对你的意思。见苏沐雪脸色好了一些，连忙再接再厉劝说：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怎么的也要一起开开心心吃顿团圆饭不是？事情最终还是以苏红低头道歉结束。苏沐薇为了防止苏沐雪再次要离开，拉着她坐在自己和苏雨中间。哎呀，瞧我这记性，团圆宴怎么能少得了酒助兴呢？大小姐，前几日有人送了一壶上好的海棠醉，今日啊，刚好你也在，咱们就喝个团圆酒吧。说着，他使了个眼色，打发丫鬟去温酒过来。苏沐雪面上不显，拿起筷子，旁若无人地挑选自己喜欢的菜吃。吃吧吃吧，趁着有机会多吃点儿，不然就没有下一顿了。没多会儿，丫鬟端着酒过来，先给苏红和赵云梅各端了一杯，给他们一个放心的眼神，这才端着酒去给苏沐雪，然后将最后2杯放在苏雨和苏沐薇面前。来，这一杯就当作祝你们祖母早日康复啊！我们一起干了吧。苏沐雪起身时没站稳，身体突然歪向苏雨那边，幸好扶住桌子才没摔倒。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脚麻了。苏沐雪没什么诚意的道歉，众人下意识地朝他面前望去，看见那杯酒还稳稳地摆在他面前，心里这才松了口气。没事没事，来，我们一起为你祖母长命百岁干杯吧。说着，他先干了杯中酒，接着苏红也喝完了，苏雨和苏沐薇也不甘落下，双双将杯里的酒干了，然后4双眼睛盯着端起杯子还没喝的苏沐雪，手不自觉地握成拳，齐声催促。苏沐雪望着4双充满兴奋与焦急的眼睛，突然歪嘴斜斜一笑。好啊。说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见他真的将杯中酒喝完了，一家4口才松了口气，估摸着苏沐雪酒已经完全下肚，再没有吐出来的可能，几人不再装了。如今毒酒已经下肚，你的贱命掌握在我们手里，看你还怎么嚣张。就是，这该死的贱人，害得我做不成太子妃，早就应该去死了。苏沐薇也高声附和，苏雨更是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兴奋感，他狞笑着望着苏沐雪。贱人，你的报应到了，我只是损失一条腿，而你丢的却是一条命呢。苏沐雪没有理会母子3人，而是装作不适的样子望着苏红。毒？原来父亲你千方百计叫我回来，不是为了亲情，而是为了向我下毒啊！
人家说虎毒不食子，没想到苏红你竟然连畜生都不如。这都是你自找的。若不是你一定要讨要张寒烟的嫁妆，如果不是你一定要闹到陛下面前，还在他面前展示了手枪的威力，他就不会下令让我给你下毒，逼迫你说出手枪的来路。雪儿，别怪为父，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要是你早些将手枪交给为父，待为父组成自己的手枪护卫队，那你就还是苏家尊贵的嫡女，又何须受如此这种毒酒穿肠的痛苦呢？造成如今这番局面，一切都是你自作孽，怪不了为父，为父也是迫不得已呀。苏红口口声声不得已，说的他好像多无奈似的。苏沐雪听得想笑，果然无耻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只会将所有错推给别人。这可真是够恶心的，一边当婊子里面还要立牌坊，简直虚伪到极致了。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必须要将手枪的来路说出来。我若是不说呢？若是不说，没有解药，那你今天必死无疑。是吗？可惜呀，好像不能如你愿了呢。四人像见了鬼一般望着他。你怎么没有中毒？苏红用审视的眼神瞥向刚刚针灸的丫鬟，吓得他立马跪下道：老爷，奴婢发誓，刚刚真的把毒酒给了大小姐，奴婢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中毒。我明明看你喝了酒，怎么会没中毒呢？当然是有蠢材替我喝了那杯毒酒啊，这难道很难猜吗？苏沐雪望着他似笑非笑。苏雨见他目光诡异地望着自己，心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感觉心口一疼，一股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大叫：啊，好疼，疼死我了！雨儿，小雨，雨儿，你怎么了？你别吓娘啊！苏沐薇也跑过去，蹲在弟弟面前，焦急地抹眼泪。雨儿，苏红见儿子痛苦打滚的样子，连忙冲着外面大喊：叫大夫，快叫大夫！只有苏沐雪双手抱胸，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看着苏家人自食其果。苏红抬起头，愤怒地望着苏沐雪：是你换了那杯酒？确实是我换的，不过这也是你们咎由自取。若不是你和你的家人处心积虑要害我，那今天你的儿子也不会带我去死了。苏沐雪，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地害小雨？他可是你的弟弟呀！苏红愤怒的眼睛都红了。苏雨是他唯一的儿子，若是出事，苏家就绝后了。你下毒杀我的时候，可有曾想过我也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亲骨肉呢？苏沐雪眼睛死死盯着苏红质问。面对他的咄咄逼人，苏红冷漠地说道：你们不一样。对，我和他们确实不一样，因为我不是从你心爱的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不是你宠爱的孩子，所以我就活该被忽视，活该受苦，活该被牺牲，对吗？苏沐雪替原身感到悲哀，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她的不幸，希望她下一辈子投身到一个幸福的家庭。